都给咱家仔细的搜。是。黄公公，敢问这是发生了何事？又是要搜什么？想必诸位伴读都知道，有人在献给太后娘娘的玉如意上刻谋逆之意，惹得圣上盛怒。这几日来，咱家连番追查，清理了不少人。这羊脂斋也是宫中一处，咱家依圣上口谕和太后娘娘的懿旨，例行搜上一搜罢了。这哪里是例行公事，分明是把我们当犯人了。当初做伴读的时候，并没有过这件事啊，难道又生了变故？大人，这是在江姑娘的房间搜到的。江姑娘好大的胆子，竟敢在宫中勾结逆党！黄公公血口喷人，臣女何时勾结逆党？到了此刻还敢嘴硬，你看清楚这是什么？物证确凿，你还有何话可说？这并不是我的东西，在你房中搜出来的，还敢说不是你的？若按黄公公所言，我的屋子在宫内，这张纸是从我屋里搜出来的，便是从宫中搜出来的，那该算在谁头上呢？强词夺理！我看你是不见棺材不掉泪，今日非要叫你知道知道，这宫中不是你能肆意胡为的地方。来人，把他押去慎刑司。你大胆！我乃堂堂尚书之嫡女，长公主殿下亲血的伴读，你有什么资格押走我？就凭咱家是内务总管，够不够资格？自然不够。内宫总管统管的是宫中之事，可我既不是妃嫔，亦不是宫娥，你没有资格处置我。可搜查是太后娘娘下的旨，那便让太后娘娘亲自来问我。黄公公，我念你是宫中老人，与你分说两句。慎刑司要押我，我一介弱女子自难反抗，但也请你掂量清楚，若事后证明我清白无辜，却在慎刑司中有三长两短，您担待得起吗？你既做不了主，那便去找能做主的人，劳您向太安殿通传一声，就说江雪宁在宫中蒙冤受屈，遭人陷害，还请太后娘娘裁夺。好端端的怎么会有刺杀？吕显呢？不是让他看着燕家跟薛家，他人呢？吕先生假装出城进货入狱，已帮着世子将人送回了侯府，并且具询柳大夫了，不会有事的。侯爷年纪大了，身上都是战场上受的伤，就怕有个万一。马车备好了吗？刀前去备了。可是先生，您今夜贸然前去，不就暴露您对燕家的关心吗？薛远若是知道了，一定会针对您的。不如还是让我。此事蹊跷，这薛远不是冲动愚蠢之人，他敢出手伤人，就定然还有后手。我不亲自去与他，实在放心不下。先生，不好了！新武卫出动大队人马，说城外有逆党作祟，将城中戒严了。吕显去找柳大夫，却被拦在医馆里，不让出门。他这是有备而来，故意不让大夫进府。建叔，去把圣上赐我的令牌拿来，我亲自带人进去。是。还有先生，宫里传来消息，说江二姑娘那边也出事了。什么？雪宁，那张纸到底怎么回事啊？你好端端的，怎么会和这种事扯上关系啊？你一个人死不算，还非要拉着我们一起，这算什么道理？纸本来就是从你房间搜出来的，跟我们有什么相干？有人要害我，我自然要拉几个垫背的。想让我不清不楚吃了这算计，想都别想。你这话什么意思啊？难道是怀疑我们啊？若真清白，又有什么可怕的？这件事是从羊脂斋出的，横竖大家都跑不了。与其被人瓜田李下的指摘，不如今夜就一同去太后娘娘那儿分辨清楚。这话说的倒是不错，身正不怕影子斜，咱们解释清楚就好了。想来太后娘娘也不是不分青红皂白的。太后娘娘有旨，要立刻将人押去太安殿，亲自审问。
江二姑娘，太后娘娘有旨，着咱家立刻将人押去泰安殿，娘娘要亲自审问。皇公公，那我们可以回去了吧？娘娘说了，所有伴读都要前去，既是审问，总得审问清楚，免得有的人口不服，心也不服。那便走吧。你不是要押我吗？岂敢呢！参见太后娘娘。启禀娘娘，老奴按娘娘懿旨，在宫中清理搜查。然而今日查至杨芷斋时，竟从江雪宁房间搜出此物，是夹在书案上一本书中。若非仔细翻找，只怕藏得隐蔽，也未必能发现。妖言惑众都惑到宫里来了，了不起啊！深夜吵闹着要见哀家，意欲何为？回太后娘娘，臣女不过闺阁一小小女子，怎会与逆党有所勾结？且这张纸上的字迹分明不由我所出。近日来，臣女在凤城殿所写字迹可用以对照，还请太后娘娘明察。臣女虽不知这张纸为何会出现在臣女房中，可绝非臣女所为。你把自己倒是撇得一干二净啊！清者自清，臣女无愧于心。这和当初给哀家请安时的你，可十分不一样啊！你爹可是新任的户部尚书江伯猷。是。哀家听闻，江家与永义侯府相交甚密，你与燕林也似乎非常有情谊。娘娘明察，此传闻乃是不实。永义侯府门庭高贵，岂是臣女能高攀得起？一派胡言！你与燕林只差谈婚论嫁，你还想瞒着哀家？阿叔，此事与燕林何干啊？太后娘娘自有公断，你我慎言。太后一定要将永义侯府搅和在这场乱世里，所图不善。我绝不能扯上燕林。可若在这宫里，黑白全凭他们说，该怎么才能洗刷燕家和我的嫌疑？黄仁礼，老奴在。拖下去，停杖，打到他招为止。哀家倒要看看，是他的骨头硬，还是杖硬。是。谁敢动我？你要干什么？回太后，本朝律令，后宫不得干政。太后娘娘固然可以法责后宫，可臣女非宫中之人，若依律令，牵扯逆党一案，当交由前朝来查。娘娘凭什么滥用私刑？你是在斥责哀家？臣女不敢，只是臣女再不及娘娘尊崇，也是堂堂尚书之女。代前历来一应权贵官司，要么交由圣上审批收入诏狱，要么告至刑部清查会审。娘娘仅批一张纸，就要对臣女动刑，就不怕落得屈打成招的骂名，让前朝大臣不安吗？你好大的胆子！来人，在。大臣之女若是这般不明不白死在宫中，可是件棘手之事。便是想敷衍过去，只怕前朝也未必有人肯罢休。臣女知道，太后娘娘想要的是真相，而非一具不清不楚的尸体。好一张巧舌如簧的嘴！看来哀家是整治不了你，那就找能治你的人来。来人，在。拿着哀家的令牌到刑部去，找个能断案的人来。可是娘娘，刑部衙门在南边，这一来一回，怕是要1个时辰的光景。那咱们就一起陪着江姑娘等。是。臣女
多谢太后娘娘成全。若交由刑部，至少不会牵连到燕陵，纵然受些拷打之刑，也是值得了。哎，痛！哎，你松手！哎呦，什么玉如意，什么江姑娘，你总要跟我说明白呀！谢先生说了，让您立刻入宫求见太后，只说是奉命追查玉如意案，护下江姑娘。托我今夜他自有安排。这不是荒唐吗？我这名不正言不顺的，太后能让我查案吗？我再想。别想了。这是圣上亲赐给先生可以自由入宫的令牌。哎呀，陈大人就别想这么多了，再晚就真来不及了。我要想。陈大人，宫里来人了。哎，陈大人，今儿是您当值啊。太后娘娘有令，还请您随我入宫一趟吧。他一个人惹事，让我们跟着收敛，算什么道理？没听见太后娘娘说吗？若不是江姑娘，咱们都有嫌疑，自然不能随意离去了。方妙姐姐，你不是能掐会算吗？能不能看看那张纸到底是谁的？都这个时候了，你还算什么算？长点心吧。已经跪了1个时辰了，江二姑娘不累吗？回太后，累自是累的，只不过事关生死，臣女不敢懈怠。哀家可听说，刑部审问的手段，即便是活人也要扒去3层皮。任你再牙尖嘴利，到时候恐怕也派不上半分用场。古人云：“异于心之所善泄，虽九死其犹未悔。”只要能洗刷冤屈，不叫有心之人污蔑了臣女，受点苦又何妨？哼，不见棺材不掉泪呀。好，那哀家就看看，你这骨头啊，能硬到几时？娘娘，人到了。臣刑部侍郎陈莹蒙召，向太后娘娘请安。臣刑科给事中张遮，拜见太后娘娘。刑科给事中，不过是个7品小官吧？回太后娘娘，张大人入刑部短短10日，就已经处理妥当积压了大半年的刑名之事，乃是个中好手。臣唯恐力薄，慢待了娘娘之事，是以待了张大人。案情之事，路上都已经知晓了吗？都已经说过了。那你2人就给我好好的查，看看幕后到底是什么样的小人在作祟。敢问今日一案的物证现在何处？陈大人，请看。张大人也看看。白鹿纸，普通信笺尺寸，楷体字迹。臣在来的路上已阅了玉如意上所刻内容的拓本，的确与此信内容无异。张大人的意思是，这东西在谁的手里，谁就与逆党有关？未必。物证如此明晰，还只是未必。张大人是何居心呢？与逆党有关之事本就错综复杂，律例有言，无证不罪。单凭一张纸尚不能定罪，还需查清原委，方能断言。张大人果然是个直臣呢。那是自然。敢问此物是何人、何时、从何处搜来？是咱家依娘娘之命在宫中清查，今夜亥正一刻，自阳指斋江雪宁房间抄检而出。房中很大，我问的是何处？是夹在书案上的一本书中，藏得十分隐秘，若非仔细翻找，恐怕是难以发现的。什么书？这个……
回大人的话，小的不大识得字，就记得那书皮上有4个字，只认得一个画字。书呢？没一并抄来。问你呢？这是围炉诗画。臣女的案上只放了这一本书，且在黄公公带人来搜查前1个时辰刚刚读过。案上其余都是些笔墨纸砚，是已记得清楚。娘娘，臣观这位姑娘脸色不对，可否恩准她先起身？臣只恐审问一半，她就晕厥过去，会耽误案情的。哼，只怕她不把我这泰安殿掀了都是好的。你起来吧。是。还请大人明察，此旨与臣女绝无关系，也绝非臣女自己。空口无凭，如何自证？臣女可为江二姑娘作证。太后娘娘，张大人，臣女略晓书法，江二姑娘最初写的乃是行草，后随先生学习楷书，可尚如孩童蹒跚学步，断写不出此页字迹。多谢薛大姑娘。这位姑娘所言虽有佐证，但字迹仍有仿写的可能，暂且不论。洪公公，张大人，您今日要去羊脂斋查抄的消息，都有谁知道？因兹事体大，咱家也怕有奸邪事先藏匿，是以不敢提前声张此事。拢共也就手底下几个太监知晓。不过，刑部问话，如实作答便是。是。不过咱家是有时得太后之命，自西宫开始查起，夜查羊脂斋是亥时，中间有2个时辰，也许有走漏风声。敢问黄公公，羊脂斋工人现在何处？出了这么大的事，一案公归，暂作拘缉。不够，所有今日进出过羊脂斋的，且从虚正到亥正这一个时辰都还在的工人，都应当拘禁，以备讯问。张大人的意思，像是想证明此事系旁人陷害，为什么不先问问此事嫌疑最大的人呢？太后娘娘稍安勿躁，若要证明此物与江二姑娘有关，并不困难。张大人有办法？宫内对于出入物时检查极严，半途入宫之初就要查过所携之物，所以若非是江二姑娘买通了当时检查的工人，那此夜作乱妖言便该出自宫中。冰一指3刀，白鹿指2刀。宫中一应纸品皆有定例，不许肆意火焚，便有用过也收于一处，管制甚严。这页纸乃是宫中所用之白鹿纸，羊脂斋个人送到多少，用过多少，内务府处该有记录。太后娘娘若怀疑此言乃是江二姑娘所写，与玉如意案有牵扯，不妨下令调内务府用度账册，再查羊脂斋的指数。倘若江二姑娘指数对不上，少了些许，此罪之嫌疑便要添上5分。张哲素来严谨，这话说的却有些不对劲啊！难道他是想……阿叔，有什么不对吗？没什么。从纸本身查起，确实另辟蹊径，只是觉得这话单凭指数论断，未免有些草率了。张大人乃是神断，说不定有他的道理。这倒是个法子。黄日礼，老奴这就去查。等等，羊脂斋毕竟是闺秀居所，查只是细事，既有先前拘禁之宫娥，不如叫他们从旁协助。毕竟都伺候过伴读，也知道的细些。夜色将深，下官与陈大人外臣入宫办案，多显不便，也恐拖得太久。就按张大人说的办吧。是。